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真源故事馆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肯去观音院的由来。中国佛教有四大菩萨名山圣地，这四大名山就是山西的五台山，是大智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的峨眉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的九华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浙江南海普陀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而不肯去观音院即位于南海普陀山之中。在这四大菩萨之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俗话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以慈眼视众生的寻声救苦、圆满无碍的观音妙之力，救世间苦恼罪恶众生的观世音菩萨。普陀山是印度话的简称，全称是普陀洛迦山 Phutta Loka、Phutta Lokcha 等，翻译汉化叫做小百华山。普陀洛迦原是一山之名，因为国人喜好略称，或称普陀，或单呼洛迦，久之遂成为两个山名了。相传普陀山之成为观世音菩萨道场的原因，早在佛教经典上也有明文预言了。当时在印度就有几个普陀洛迦山等等之说。我们在《华严经》第68卷读到如下一段经文：色比底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于此的此是指震旦国，因为当时在讨论震旦国，也就是中国。中国南方有山，名普坦洛迦，彼有菩萨观自在。如意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居士即说颂曰：山上有山多圣贤，聚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如因往问诸功德，彼当示如大方便。那时善财童子见次游行，就是示现神足通神识出游。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溪流盈映，树木葱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石上，金刚石今称说法台，与盘陀石同在普陀山之西面。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作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力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身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而为说法，或为神变
令其心悟而得成就。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这就是有名的善财童子53参的第28参。参问观世音菩萨于此普陀山中所闻法要，大抵如是此参。再说观世音菩萨乃过去正法明如来，早成正觉，因与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尚有大因缘，所以观世音菩萨才倒驾慈航，寻声救苦，32应普门示现，无非是要令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而登彼岸而已。浙江普陀山为何成为了观音道场呢？据历代三志记载，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奉观世音菩萨圣像回日本国，传经普陀山阳面受阻，已故菩萨不愿东去，便靠岸留奉佛像于普陀山紫竹林朝阴洞旁，由张姓居民供奉，称为不肯去观音院。佛堂中终年香烟缭绕，是全身见识最早的寺院。是为普陀开山供佛之时，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与慧锷开山的传说，我整理了多种版本的传说，总结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话说五代后梁明贞2年的时候，因中国佛教传去日本，日本皇家出于善心，欲请奉观音圣像回日本传法。又唐末5代后梁刚好改朝换代，日本作为中国附属国，需派大使拜访新立王朝，一方面进贡表态效忠新朝，又一方面能使日本人民目睹观音圣像而生敬信。所谓皈依者福增无量，理念者罪灭河沙。于是就派任曾在中国求法留学的日本出家人慧锷和尚作为特使进贡新王朝。慧锷当时已是日本临济宗高僧了，他在奉命顺道来到山西五台山，恭请观音圣像回日本供奉传法。当时五台山是北方佛教信徒的朝拜中心，山上梵刹林立，五台山清凉世界之名远扬天下，四方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而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号称智慧第一，与观音菩萨同为佛的弟子，两位菩萨历来关系密切。当慧锷身穿袈裟，背负行装，一大行人走进了五台山法华寺的山门，寺中无尘方丈即热情接待此日本僧团。慧锷进入大雄宝殿后，一眼便看见一尊观音菩萨的庄严宝像。这尊庄严宝像光芒四射，其用白玉精工雕成，长有3尺左右。菩萨手持净瓶，瓶中插着一朵莲花，坐在莲台宝座之上。再看菩萨容颜清秀华贵，眉如弯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璎珞横披，环结宝明，乌云巧叠盘龙髻，袖带轻飘彩凤翎，
端庄典雅，慈祥可亲。有一说为一整块大白玉精雕细琢而成观音圣像，而有一说为唐朝皇家专制秘色瓷艺烧制而成的观音圣像，与唐末唐武宗灭佛、唐宣宗继位的历史有关。会二当天便专程叩见了方丈，径直向方丈说明心意。法师在上，弟子会二来自日本，专来朝拜菩萨圣地，瞻仰菩萨法相，有幸得见贵士观音大士法相，不胜欣喜之至。弟子至心崇敬观音菩萨，思量再三，有心请观音东临日本，以教化那里百姓，救度彼地一切苦厄，不知方丈可否恩准？方丈一听，感觉有点突然，便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从东瀛渡海来求佛法，一片诚心，可敬可佩。你要请观音宝像东渡日本，也是善举。只是此等大事，须容老衲考虑考虑啊。会二见方丈犹豫难定，又再三叩请，并告知实为奉命于中国附属国日本国皇家之授意，以表示至心诚意。方丈看那会二至诚恳的态度，却是要在日本广传佛法，觉得一个日本僧人有此宏大心愿，也是难能可贵。加上为日本皇家之授意，在会二再三恳求下，也就答应了。方丈说：贫僧看你却是一片至诚，你既有如此宏大心愿，贫僧就助你一臂之力，但能否如愿，就要看你的缘法了。说着，他领着会二来到大殿内，双方跪在观音大士法像前，虔诚礼拜。方丈叩首说：菩萨在上，今有弟子会二，历经千辛万苦，从东瀛来到中土，诚心礼请大士东去日本。弟子见他至诚恳切，斗胆随顺了这一因缘，恳请菩萨恕我。会二一听方丈所言，大喜，连忙跪地叩谢。方丈扶起他后，把那尊法像就交给了会二，又说：此尊观音法像为文殊菩萨所造。据说文殊菩萨来五台山开辟道场以来，常常思念观音大士，于是塑造了这一尊观音法像，可谓稀世珍宝。会二，如今让你请去日本，此去万水千山，路途遥远，一路可要多加小心。如遇到困难，可礼拜菩萨法像，诵念菩萨圣号，菩萨智慧指点迷津。会二此时又连连称谢。会二和尚既然获得这尊无上至宝的圣像，当然马上束装就到，令人先往买舟准备东渡，预备回归日本国复命去了。会二一早便拜别方丈，诚诚恳恳地捧着观音大士法像一路下山，向南走去。经过20多天，到达了长江，他又转乘一艘帆船，日夜兼程赶路，顺江而下。7天后便可进入东海。
帆船一出长江口，海域辽阔无痕，视线豁然开朗。不久，帆船驶到一处群岛附近，这群岛就是著名的浙江省定海县所属的舟山群岛，共有大小岛屿1300多座。惠儿望着这些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碧海中的岛屿，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他想，很快就要从这里驶向日本，自己的心愿就要实现，又可回归日本国复命，怎能不兴奋激动呢？可是谁也没想到，此时海上却突然刮起了狂风，海浪翻滚，掀起冲天波涛，把船打得东倒西歪，直打圈转，眼看就要翻船了。惠儿想起方丈的话，急忙向观音大士叩拜求救。真是灵验得很，虽然风暴仍未停，但帆船却不再颠簸，安然无恙。海水随流自动把船拖流到了普陀山的一个山坳口之中，即为现在草荫洞处。草荫洞这里却是风平浪静，那时普陀山还是一片荒岛，也无人烟。相传早于汉朝时，就有道家仙人梅子真先生隐居在此个山中，修真养性，即今梅福庵内有梅福仙人炼丹井。普陀山又名梅城山，即指此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山中有此山，只是几个打鱼为业的渔翁在山上搭几间茅草棚子，住在海边山坳口旁。就在这个海水顺流自动把船拖流到海边的山坳口中，惠儿抛锚落帆，把船停下来，决定等待大风平息后再走。第二天风息了，浪平了，惠儿立即扬帆起航。可是船刚驶出山坳口，海面上却突然升起了一团灰白色烟雾，越升越高，像顶帘子，正好挂在船头前面，挡住了去路。惠儿抬头望望，山坳口处头顶上一片蓝天，左右看看，烟雾两边都是清晰明亮的大海。没办法，只好调转船头，绕着烟雾朝前行。可是帆船驶向左边，烟雾就飘到左边；帆船驶向右边，烟雾竟飘向右边。船在海上绕来绕去，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靠近普陀山的海面上。惠儿无奈，只好仍然把船驶进原来的山坳口，抛锚落帆，等烟雾消散了再走。第三天的早晨，红彤彤的太阳从海底下慢慢爬上来，像盏大灯笼，光芒四射。惠儿走出船舱，抬头看去，朵朵彩云中间有床巍峨绚丽的彩色牌楼，宝床流苏，仙女往返，珠光宝色，令人眼目。惠儿心中大喜，何时顶礼，马上扬帆起航。可是船一出山坳口，天上的奇景突然消失，乌云遮住了太阳，海面掀起了巨浪，天色转眼就又变了。惠儿心急了，想想在这里已经耽搁了好几天，船上物资也快吃完了，老是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把观音圣像请回日本啊？惠儿心里狠，命令船继续往前驶。这时风更猛，
浪更大了。没驶出多远，开到了一个名叫新罗礁的地方，帆船突然停在海面上，好像生了根一样，再也前进不得。这时船应该是触礁了。忽然海洋上现出无数的铁莲花，今称莲花洋，因为此处海洋带小暗礁较多，小暗礁于海水中浅显易见，像出水莲花一般，又呈现深褐色，故得名铁莲花。这时海上飘起来一朵朵铁莲花，转眼之间整个海面全都是铁莲花，把帆船团团围在中间，动弹不得。慧萼和尚此时大惊，心中坎坷不定，为何屡屡在海洋中受阻，进退不能呢？这条船每次清晨风和日丽，立即起航出发，却又突然黑天暗地，狂风及暴雨，又或屡屡触及暗礁，挡舟不能前进。如是则已3日3夜，这艘船始终无法开出，只有远远在普陀山四周打转。如果向东开，即有铁莲花从海中涌现出来，阻道不前，始终不能顺利起航，开出普陀山。慧萼充满疑惑，静下心来细细一想，莫非观音大士不愿去日本吗？他回到船舱里，跪在观音佛像前祈告说：如若日本众生无缘见佛，我一定跟从观音菩萨所指方向，另建寺院，供奉我佛。刚说完，突然听到轰了一声，从海底钻出一头铁牛，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吞嚼铁莲花，才一会儿功夫就吞食了一大片。于是海面上现出一条航道，正好能够通过一艘帆船。铁牛在前面游，引领帆船在后面驶。船航行了不久，突然又轰隆一声，铁牛沉入海底，满海的铁莲花也无影无踪了。慧萼定神一看，帆船还是往回驶进普陀山原来这个山凹口来了。当慧萼靠舟上山，手捧观音佛像，在靠草云洞不远的旁边找到一间渔人茅舍，该舍主人就是打鱼为业的张渔翁。经过慧萼说明来意，他大为感动，同时也欢喜得不得了。菩萨不愿意去日本，而要住在我们这个孤岛荒山之中。这一座荒山真是与菩萨有了大因缘，我们住在这里附近的人民也真是有很大的福德和善根啊，所以才能得到观世音菩萨在此山显化神迹。张渔翁思想至此，即慷慨地向慧萼和尚说：师父，你们贵国的人既无缘见佛，那么请您与观世音菩萨一同住在我们山中，我把住的房子和地方让出来，您可以逐安供奉菩萨。我过海去，叫附近各地民众大家来此山拜佛并供养您，您就不要再回日本去了。周围几个渔民听说要把观世音菩萨供奉在普陀山上，都高兴极了，有的砍柴，有的扛石头。没多久，就在草云洞旁边建起了一座庵堂。慧萼禅师因此不再回日本，而就在此山上逐安安住
供奉菩萨，便将此案呼名曰不肯去观音院。慧尔禅师就成了普陀山第一代的开山祖师了。这就是我国浙江南海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的由来。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